你们这些年轻人呀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。行，大半夜的闯到景区玩什么？有什么好玩的？出了危险怎么办？行，是不是到时候又要在网上说我们监管不到位，工作失利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你看看你那个朋友啊，小姑娘家的也这么疯，身体不行还非要上山，这上到一半还晕倒了，哎，这也就算了，旁边还站一个拿着铁锹的男人，你说，这谁见了不得往刑事犯罪上想？你说的太对了，而且我这哥们儿确实长了一张不怀好意的脸。既然你能证明你们都是认识的朋友，这事儿就不追究了。谢谢你啊。明天记得过来，把罚款一交。没问题，我明天一早我就把罚款交了。哎，你们这姑娘真的不用去医院？真不用，她就这样，她天生的心脏不好，是一累了就睡，睡醒了就好了。那行了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，下次再这么胡闹，我绝不轻饶。谢谢你，你慢走。很好，继续保持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您放心吧。也不睡。解释解释。爸，这事儿真不怨我。我说了，我们就是游客，就是想看看画风塔的夜景，才故意待到很晚的。我也说了，我俩认识是朋友，没人信啊。他说话还特别不客气。爸，说我长得压根儿就不像好人，我长得不像好人，我长得不像好人吗？你说我不像好人，说我不是好人，有人信吗？你们找着白银尸体了？找着什么呀？正找着呢，就不行了。那也就是说没合体啊？合什么体？太好了！好。不是，你怎么还美不劲儿的呀？我告诉你，秦芳，司藤一醒我就告诉他，说你幸灾乐祸。你告诉他呗，我就是幸灾乐祸。呵。我看出你喝了，不应该呀，秦芳，你怎么糊涂啊？人俩合体多好的事儿啊！首先从能力上说，1+1等于2吧。对于你而言，太奶奶和太姨奶奶成一个人了，亲上加亲啊！你懂什么呀？你什么都不懂。来，哎，抱的还挺有范儿，公主抱是吧？唉，你抱着公主，我抱着老铁。错过车站陌生的人群，许下小河。慢点，秦放，你再给他摔了。哎呀，轻放，轻放，轻放。动于场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自己试试。你试试喝那么多酒，再给你们处理试试。我先去了。哎，你别睡这儿啊，咱俩外屋。哎，楼下也行。不是，你吐会儿，你吐一个。你。严福瑞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在那儿干嘛？我守着他呀。我守着你们。你守着我们干什么？我担心啊，你昨天喝的太多了，我是为你好。我干嘛了我？你太过分了，秦放，你知不知道你喝完酒德行样散得太大了？这要是让司藤小姐知道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你不能让她知道啊！行了，下回注意啊。司藤小姐这回是不是特严重？这次确实比较严重。我昨天就提出来了，我说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，你不应该那么发力，还是提晚了。他自己肯定也想到了这一点。但是因为他太想找到白英了，他认为只要找到白英，他自己不舒服就会。你一提白英，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。昨天我背他下坡的时候啊，严夫人，白英不在，不在山上。可是白英留下那具尸，意思不就是自己的尸骨被藏在华丰塔附近吗？对呀，咱们是这么分析。可是昨天司藤小姐发完功以后，把无数藤条都插到土里了，整个小山头都让她给翻遍了。她说不在就准不在。可是，你说不埋在土里，那能搁哪儿啊？供华丰塔里了？怎么可能？你这说的越来越离谱了。华丰塔游人如织，怎么可能把尸体放在华丰塔里面呢？早都被发现了。对呀。行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你看看你的眼睛。跟熬鹰似的。你要干嘛去？我守着他呀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那我就不守你们了啊。现在的华丰塔是2000年开始建的。2002年竣工，也就是说，1946年白英和我太爷爷一家游金翅湖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华丰塔。那所谓的古风风沙，秦放，子腾，你醒了，来。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我之间再无相干。你的记性就这么不好吗？是，我就是记性不好。
要不是严福瑞打电话求助我，我才不会过来。那好吧，谢谢，可以走了。司藤，如果换了是邵延宽，你还会这样冷酷无情吗？跟邵延宽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你恨他，但正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。毕竟他是你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。秦风，你又开始跟我无理取闹了是吗？我为什么要和你无理取闹？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就算单单从我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作用来讲，你也不应该摆出我欠你几百万的样子吧？我的血可以复活你，还可以在你被赤伞力量反噬的时候缓解你的症状。我说过了，你帮不了我，别把自己想的那么有用。算了，我不和你争这个，反正争了这么久，也还是没有结果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对抗赤伞的力量，直到彻底被你纳为己用的那一天为止。你的意思是，以后每次只要我不舒服或者是被反噬的时候，都要靠你的血来缓解？你能有多少血？人类的造血机能很强大的，像我这样的一辈子都没问题。一辈子？反正你也找不到白鹰的尸骨了，不是吗？而且这些年，到处都在大兴土木，很多地方早就已经不知道施工了多少回了，包括这金翅湖，还有华峰塔。就算白鹰真的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埋骨地，也早就已经不知道被挖掘机挖到不知道哪儿去了。白鹰千算万算，也算不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会这么大。所以司藤，这就是天意。天意让你们无法合体，天意让你只能以半异族的身份活在这世上，就比如我，只能以半人类的身份活在这世上一样。半异族，半人类。这听起来确实还挺累的。但是秦风，如果只能靠依赖别人才能活下去，我宁愿死。哎，司藤小姐，你没事了？太好了，昨天可把我们吓坏了。我想到了。想到什么？你不是说白鹰的尸骨不在山上吗？我也感到很奇怪呀，于是就展开了思考。我觉得这把思考的应该很有道理。说来听听。明明不在华峰塔，可那首诗里的线索却偏偏全部指向了华峰塔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想，这一定只是一个表面现象，故弄玄虚，用来迷惑敌人。我刚刚查了一下地图，隔壁那个城市也有一个湖，也有一个塔，这不巧了吗？因此，白鹰留下的这些线索，分明就是在声东击西。真正的藏骨之地，应该在隔壁。
嘿，不在隔壁吗？隔壁没毛病啊。不在山里，不在塔里，西阳照水，西照山，不合理。照水？难道是在水里？叶落而天下之秋，这才几月份？哟，我。秋天来了，秋天来了！你在说什么？什么秋天？你快出去看看吧，所有的树啊、草啊、花啊，枯萎的枯萎，发黄的发黄。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以咱家为圆心，半径2、3公里花园，全是这副景象。会不会和司藤小姐有关？司藤这是在极力吸收土里的养分吗？而且这次情形似乎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。这种严重，似乎又不仅仅是因为驱散的力量。咋整啊？这要让咱赔，得赔多少钱啊？岳父，你听我说，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跟我们有关系。我们得等司藤恢复好了。我现在去到老宅，你在这等我。你别！你别走，我一人搞不定啊！你在这等我，哪儿也别去。我天黑之前就回来。这才几月份啊？古有武王热烈，牡丹奇观呢，开花。今有一夕之间，整条街绿叶变黄，树叶飘洒，奇迹呀！如果当时的金池湖上并没有华峰塔，那么这幅图上的塔高度、位置、比例也都与事实完全不符。白鹰自行独造一个虚拟的塔，普天之下仅此一家，
是为了标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。太爷爷去参加同乡友人的02百日宴，字里行间好生艳羡，是因为当时的太奶奶久未生育吗？太爷爷至死都不知道，这都是被白英给害的，反而帮他尽心尽力的养大了我的爷爷。世纪的华风塔有7层，而画上的只有5层。